大家好，欢迎光临简书茶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起发生在香港的诈尸案。对，你没有听错，是油炸的那个炸。当时案发后，据说参与破案的警察后来一辈子不吃叉烧了。而案发当地的医院体检人数也明显增多，来体检的都是当地的居民们。这起案子就是当时引起全香港轰动的1993香港大埔宝湖花园诈尸案，在坊间呢又叫烧腊店东主诈尸案。话说在香港大埔区的中心大埔新市镇有一家味记烧腊店，这个店在镇上开的有些年头了，在街坊之间名气不错，口味好，价格又便宜，而且品种多。店员有3人，分别是东主罗福成、他的妻子钟彩娟以及他们的店员钱彦和。1993年7月的一天，一个叫李先生的到店里吃东西，他是烧腊店的常客，也是个细心的食客，对美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烧腊店，准备享用午餐。老板，来份招牌烧腊，李先生喊道。店员迅速为他准备了一份烧腊，然而当李先生品尝第一口时，他的眉头紧锁。这烧腊的味道似乎与往日有所不同，肉质过于酥软，且带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异味。李先生心中生疑，他决定向店主罗福成询问：老板，这烧腊怎么和平时不太一样？罗福成眼神微微一闪，故作镇定地回答：可能是调料有所调整吧，您觉得不好吃吗？李先生摇摇头，不是不好吃，只是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罗福成心中暗自紧张，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可能已经暴露了。而李先生也察觉到了店主的异样，他决定深入调查此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暗中对烧腊店进行了观察，他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店员钱彦和经常在深夜独自处理一些不明来源的肉类，而店主罗福成则对他言听计从，两人的关系似乎不一般。而他的妻子钟彩娟不见了，李先生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他决定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些被切割得整整齐齐的肉块，经过进一步的化验，证实这些肉块竟然来自人类。消息一出，整个大埔都为之震惊。烧腊店背后的惊悚秘密终于浮出了水面。警方立即逮捕了罗福成和钱彦和，并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罗福成和钱彦和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详细交代了作案过程。原来，他们为了掩盖一起谋杀案，竟然将受害者的尸体分解后混入了烧腊中出售。说到这里，真是让人心跳加速啊！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别着急，咱们继续。话说这烧腊店在大埔可是小有名气，店主罗福成手艺一流，烧腊做的那是色香味俱全，引得街坊邻居都爱来光顾。罗福成，一个看似普通的中年男人，平日里话不多，但做起烧腊来那是得心应手。他的妻子钟彩娟也是店里的得力助手，两人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店，日子虽平淡，却也安稳。然而，这一切平静都被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她就是钱彦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是后来店里的新员工。她的到来不仅给烧腊店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罗福成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波澜。福成哥，你看这个烧腊怎么做才更好吃呢？钱彦和眨着大眼睛，一脸天真地问罗福成。罗福成看着他，心中一阵悸动。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年轻女子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愫，而钱彦和也对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产生了依赖和好感。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很快就超越了工作关系。而这一切都被钟彩娟看在眼里，她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和嫉妒。福成，你最近和钱彦和走得很近啊？钟彩娟试探地问罗福成。
罗福成心中一惊，连忙否认：“哪有？你别胡思乱想。”但钟彩娟并不相信他的解释，她开始暗中观察两人的举动，试图找出他们关系的蛛丝马迹。这段三角关系给烧腊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原本和谐的店里也变得充满了火药味，而罗福成和钱彦和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终于有一天，这种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钟彩娟和钱彦和在店里大吵了一架，罗福成家在中间左右为难。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切还得从那场激烈的争吵说起。钟彩娟，烧腊店的原配妻子，终于无法忍受丈夫罗福成与年轻店员钱彦和之间的暧昧关系。那天，她决定与钱彦和当面对质。钱彦和，你到底和我丈夫是什么关系？钟彩娟语气坚定，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钱彦和则是一脸不屑：“你凭什么质问我？我和罗大哥之间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罗福成此时刚好走进店内，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他心里一紧，知道这件事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彩娟，我们只是……罗福成支支吾吾，不知如何解释。只是什么？你背叛了我，还和这个女人在店里眉来眼去，你把我当什么了？钟彩娟愤怒地打断了罗福成的话。此时的钱彦和也火上浇油：“罗大哥早就对你没感觉了，你还死赖着不走，真是不要脸。”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钟彩娟，她冲上前去与钱彦和扭打在一起。罗福成试图拉开两人，但场面已经失控。在混乱中，钱彦和一时冲动，拿起一把刀子就扎向了钟彩娟的腹部和胸口。钟彩娟高呼救命，可钱彦和已经失去了理智，他捂住钟彩娟的嘴，不让她呼救。最后，钟彩娟失血过多，就这么没了呼吸。罗福成和钱彦和惊恐地看着躺在地上的钟彩娟，她已经没有了动静。两人知道，他们已经闯下了大祸。怎么办？我们杀人了！钱彦和惊慌失措地说。罗福成心中也是慌乱无比，但他努力保持镇定。别慌，我们不能让人发现这件事，得想办法处理掉。钱彦和颤抖着声音回应：怎么处理？罗福成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把它分解了，然后混入烧腊中。钱彦和惊恐地看着他，但他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夜幕降临，烧腊店内昏暗的灯光下，两人开始了他们罪恶的行径。罗福成用颤抖的手找来店里那些切骨头的剃刀啊、大刀啊、分骨用的锯子以及挂叉烧的钩子，而钱彦和则在一旁默默地站着。随着刀光一闪，钟彩娟的身体被残忍地分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平时用来切肉的工具啊，现在却用在了人的身上，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据他们后来交代啊，在分尸的过程中啊，也是心惊胆战的。特别是当锯到大腿根部的时候啊，出现的诈尸，尸体突然坐了起来，眼睛睁开，那个表情啊，简直是狰狞至极。忙活了半夜啊，终于把尸体碎得差不多了，然后啊，就把那些碎肉啊、内脏啊都混进了叉烧等食品中，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烧腊食品。而那些没能完全处理掉的残肢呢，他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或者附近的郊野公园里。警方在锁定嫌疑人之后啊，迅速对他们的住处和烧腊店进行了搜查。这不搜不知道啊，一搜可真是吓了一跳。警方不仅在厨房里找到了大量的血衣和残骸，还在那个用来熬制脆皮乳猪和烧鹅的热油桶里找到了一个还连着长发的骷髅头。那个画面啊，简直是让人毛骨悚然。在场的训练有素警察们啊，看到这一幕啊，也都忍不住感到反胃和恐惧。据说啊，当时在场的警察们啊，后半辈子都不再吃叉烧了，可见这事儿给他们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这个案子一经曝光啊，就在大埔乃至整个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啊，简直是太残忍、太恐怖了。那些光顾过魏记烧腊店的居民们啊，都纷纷投诉到了食环署，附近的烧腊店也都受到了牵连。那段时间里啊，都没人敢去买烧腊吃了。当在的大埔医院等体检人数也明显增多，大家都怕自己不小心吃到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最后啊，经过法庭的审判啊，他们罪名成立，被判了一个6年，一个10年的监禁。但是这个结果没能让公众满意，但没办法，当时香港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只能说至少法律还是给了受害者一个公正的交代。回顾整个案子啊，我们不难发现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冲突和矛盾都是源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当初罗福成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不去和钱彦和发生关系，如果钱彦和在面对钟彩娟的质问时能够冷静处理，而不是冲动杀人，可惜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案子中吸取教训，珍惜生命，珍惜家庭，珍惜身边的人。